好，大家看到这是微软的财报微软财报出来了以后呢，市场反应不错。那么我猛地一看，我觉得一般，但是呢，里面确实可以挖掘出一些亮点可说。那么先说说微软这个公司首先从资金层面角度说，就是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今年都是拥有微软作为最高持仓。因为微软呢是跟其他公司有点不一样，它确实是个巨头，而它的巨头呢又相对于其他公司来说，它是比较稳定，因为它比如有这个个人计算，我们说 Windows 系统，还有跟政府这种打交道，它是个比较稳定的，有很强互融合的这么一个这个商业。加上呢，它又在云的这个地方，云计算上有了非常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后呢，现在有很多可以炒作的这个话题和研发。那么微软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也认为是美股里特别喜欢的一只股票。它又横跨了3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指数，不管是纳斯达克、标普还是道琼。所以微软的财报其实可以给我们解读出非常多的信息。那么首先看这是Q2，它是往前推一个季度的。虽然我们说看的是2022年的最后3个月，但它叫2023年的第2个财季，这无所谓的。那它整个的收入是 revenue 是52.7 52.7，那么它这里还特意给了跟它之前给出的咱们说的这个指引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他整个 CEO 或者说他管理团队特别聪明的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位置上给出的是说52.7是在52.5和53.5之间。那么其实 revenue 的话是一般，但它之前给过一个调整，而且之前我们知道冒了个消息，微软当时跌了一下，就是因为说云计算的这个增长出现乏力，是有已经自曝过，但是出来的结果还能维持差不多在53左右，虽然比这个53稍微差了一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它这个 cost of revenue 这个 cost of revenue 的话，现在是17.34。我们看上一个季度的话，大家可以看上一个季度的这个 cost of revenue 是多少你看上一个季度的话，它的数字是20，那等于说它的整体上来说还可以还可以。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17加上这个35嘛，等于这个52等于 cost of revenue 是17，那么现在是35。然后呢，这个它的 operating expenses， 你可以发现有一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的 operating expenses 在这个位置上是比整个预期都低的，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公司都在做一个开源的和节流的过程。就开源可能是很难冲上去了，但他们现在做的是节流，而且他们节流做的比市场预期的要好。这就为什么造成了它的 net income， 就是他们净收入是来到了区间的上沿，也就是它能超过预期，来到2块3毛2。本来它的这个营收 EPS 应该是在预期 2.23 之下的，是因为他们给出了一些自曝，但是最后它能给出 2.32， 就是因为他们整个管理层在于支出这部分的管理是做的非常的不错。那么这点的话就要给他们一个小红花。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ommercial highlights， 那么整个说这个增长就是确实是变得特别少了，特别少。那我们看看它每个业务的一些变化，它把整个每个业务的变化呢也都做了一个这个分层的这么一个这个解释。那我们看到这个 productivity 和 business process， 那么也就是关于说Office 这些 products， 它这个为什么能维持这个稳定增长呢？因为它有极强的定价权。也就是当通胀上来了或者怎么样了，他们可以涨价，所以这一部分的增长，你可以把它当做是麦当劳或者是可口可乐，就是我只要卖就有人买，而且大家就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粘性，也不会成为你整个消费中的一个特别受影响的部分那你看到说 revenue grow by 7%， 然后是如果是 constant 的这个 concurrency 它是 13%， 那么它的也就是在大家注意我们下一个季度其实微软的财报可能还会更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美元在今年初开始就跌得很厉害了，那美元对它的这个影响其实负面影响就是变正面了。那么整体上来说，即使我们不看这个 13%， 看 7%， 这里也是
还是很稳定的。大家可以看从2022年的这个，咱们说2021年第四季度，其实这2021年第四季度开始，它其实这个部分都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地方反而今年的这个最后一个季度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长。那么也就是说，它垄断的这部分是稳定的，这就是构成了微软估值的一个基石啊。这就是首先它有垄断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这个部分我们说还不是我们再看里面啊。LinkedIn 的增长还是一个 OK， 但其实我预期 LinkedIn 可能会增长更多，尤其在下一个季度，是因为 LinkedIn 的话，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人，我们说更多人被 lay off， 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市场需求。我现在呢也不知道这个地方会不会有更多的增长，听一下到时候它的一个展望。然后呢 Dynamic 哈，大家看也增加了一些，然后我们 Dynamic 365增加的更多。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垄断部分是非常棒的。那么还有一个让大家比较惊喜，就是觉得不错的地方，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云业务的这个增长，而且云业务增长它上写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增长是18%或者是24%。那么这个增长其实是不慢的，而且这个增长的速度还是相当可以的。那跟去年相比的话，去年同期只有18个 billion， 那现在有21.5个 billion 了。而且它主要增长是来自于什么呢？它主要增长是来自于这个云服务，而且说你看 driven by 这个 Azure 和 other cloud services。那么这个 other cloud services 和这个云服务，它们整个的增长是超过了多少呢？大家可以看前面它这里还有写，它这里有时候写，它主要是增加是31%，如果是抛去美元的影响是38%，那么这个就是非常的一个强劲，也就是意味着说它的云服务没有遭到，至少在第四季度上没有出现非常大的一个下跌。那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后面给出的指引有没有说，尤其是云服务这个点也可以说，大家看这是21，大家看这个云服务已经到了21了，而之前我们说垄断的这部分只有17，那么意味着21比17，说这个我们从这个季度开始我们的这个它垄断的那个部分和它现在云服务就已经没法比了。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是多很多了，这个地方从17到21这差了4个 billion 的。那它这一块的话，这个增长是非常强劲的。那么它是否能维持这个势头，那么决定了给它的一个增长的估值。因为微软的整个这个估值是比其他大科技要贵的，贵在哪儿？贵就贵在它有这个增长的引擎。因为亚马逊的估值为什么没有微软那么稳？就是因为亚马逊它是一部分是电商，它不怎么挣钱。你 AWS 涨得特别多的情况下，你要背着全公司走，而微软的其他业务不用你一个云服务背你就是只要踏踏实实的你把钱挣了，你不整幺蛾子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云服务这块是不错的。那么有一部分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讲了，就是说这个 Azure 的和 other cloud services 它是增长部分，然后呢整个的这个 server product revenue decline 了这个是这个地方，我觉得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这个再强调或怎么样。那么整体上来说的话，现在这么看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要去关注它后续这个云服务有没有继续增长的这个动能，还有它有没有签大合同。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具体的看还可以更细，就是说它的云服务跟谁又签了一些大合同，那这些大合同能维持多少年？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就是说大家知道去年的同期就是在2021年的第四季度，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增长，对于这个Windows 这个业务，就是卖电脑的业务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增加。所以我打开了就是上一个季报，我们来看上一个季报，来看上一季报，这不是才什么多少呢？这个是我们看那个云服务就23，那么这个地方来看上一个季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变化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下降很多，是因为上一个季报它对比之前这就是稳定在13、14、10左右。那么整个在2021年的第四个季度，它17是增长的特别多它增长特别多。那么之前可以看到它增长是10%左右，那么这一段等于说10%左右，之前是12、11左右，那么现在13。那么回到我们当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卖电脑或者说卖 Windows 的这个东西，它还能做到14个 billion，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注意看 quarter over quarter 的趋势。
我们一直说啊，个人 PC 业务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萎靡的状态，所以说为什么半导体的这些公司在盘后其实也跟着涨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看它的这个地方，你如果 Windows 的需求极低，或者说疯狂的降低，那么你个人电脑的需求自然就是低嘛，对吧？因为我除了苹果就是 Windows 这个系统，那么可以看到的话，这个18.58、18.46、13.33。那么它又到了14.24，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 revenue decrease 19%，那么主要是 Windows 什么 gaming 都是。那么你看有没有它出彩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再来看啊，这个有一些就是包括这个 Windows deferral 啊，那么他也说了这些原因。那么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它哦，对，想起来就是2021年的包括 Windows 的一个换代呀，很多人去换买新的 license 呀，可能这是对它当时的一个影响比较大。那么 device 也是低开的了。然后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整个这个地方其实比预期要强很多，就是你这个地方没有持续的跌下去，而是在这个位置上行14点多，也就是14点多就跟这个差不多了啊，那就差不多了。所以整体上来看没有特别的差啊，没有特别的差。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啊，那么整个这一块，而且大家看啊，你的整体上这个 Windows 这个跟第二季度比是 down 39%，但是你的 Xbox 的 Gaming 只 down 13%。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游戏业务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说也说了 strong prior year comparable with declines in first party contents and lower monetizations in third party contents， 但是它 offset by growth of Xbox Game Pass subscriptions。 就是说我觉得从我对于微软 Xbox 的这个理解，还有包括对索尼的这个理解，我觉得微软整体上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很强的，还是很强的。那么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 Search and News Advertising， 就是说在搜索这个业务中，那么这个 cost grow by 10%， 然后呢 higher search volume，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也可以是关注的这么一个点。所以我们整个看完微软的财报之后呢，我们不认为说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是一个多么惊艳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市场上对于它之前那个预期其实是非常悲观的。所以说我们面对一个非常悲观的预期，且不断给出警告之后，它仍然给出了一个让人觉得非常不能说满意吧，但整体上是一个我觉得整体上是一个还不错的这么一个答卷。那么我觉得微软的整个的这个今年的这个财报，就是看完之后我就知道有一点稳了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它下跌，那必然是经济上出了大问题。那如果经济没有出大问题的时候，那么微软这个公司仍然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经济如果出了大问题，大家都要倒霉，那么微软整体上的表现也是相对强劲的。好，我们回到技术分析技术分析的话，本来我做的很多计划都是，如果它下来，就是我其实认为我首先个人的一个 assumption 就是我的一个 bias 是什么呢？我是看有可能跌的可能性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下跌的话，它给出这个预期其实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就是最后给出了，还竟然能达到，就是当我们有这么多的悲观预期进去之后，它还能完成这个作业，那说明微软还是很强的。所以它的价格我看这个地方还是换成黑色给大家，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价格现在来到了一个我们说的250左右的一个关键的区间。那么如果来到250关键区间，我们其实就要看它这个段对于市场对于它的一个理解了因为市场上对于它的一个理解就是我到底是能不能 hold 住这一块，我觉得呢不好说。所以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看它是如果一会儿比如说盘后也不错，或者说明天我们看市场给出那个解读，市场认为微软就是也不错，那么它还会去冲击整个这条下降趋势线那么即使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它这个那么它后面也不排除比如说这个尼尔之前对吧，那出来这 ER 不好，那么比如说 ER 还可以的话，那么我们并不排除它可能会走出一个比较强劲的升势，或者说也不排除会有新的波段产生。那么对于我们交易者来说，那么这个上升或者说高开其实是难操作的
我觉得是难操作的。难操作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我其实希望它低开，因为什么呢？因为微软这个公司啊，当然了，我们都想着它低开，所以它就低开不了，也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微软这个公司它太稳了我们如果选股的话，这属于美股中的名牌所以说当你在做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下跌的过程中，你不用特别的担心。好，所以我们说，就是当微软如果下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非常安心的去持有它，因为我们知道它是非常稳的这么一只股票，我们又知道是对冲基金和互惠基金最看好的一个公司。那么如果我们像看到，比如说像大摩这个小摩大摩的这个 Michael Wilson 说的要 EPS 再下修20%，如果再下修20%的话，那它240左右，它下修20%，其实也就回到200左右。200左右就是我们这个技术上的这块的一个成交密集区，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是完全可以接受，我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价格，那这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满意，那么我承受得起这个40块钱的这种波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微软一旦形成上升趋势你看似好像这个下跌很多。但实际上就是说，它破这个340，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任何的一个大跌，它最后回来之后，你看像这个大跌，你看原来180跌到120，那最后回来之后就是300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稳定性太强了，所以每一次这个大跌之后，它都能破它个前高，因为它本身就有回购，而且暂时在短期内没有看到就是它的这个商业模型遭遇特别大的挑战。所以只要美国的这个经济各方面还 OK 的话，那么整个微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险是低的。所以就是说我对于微软是这么一个判断，但真正涨起来的话，我们反而这个地方操作就困难了。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然后找到一个操作点我认为微软是我们散户操作过程中非常低难度的一个交易，因为它不容易被套就说你比如假设我特别傻，我就买的300多。其实你300多这样折腾的过程中，你可以比如说，我比如买我做一个领口它来回下去来了。那即使什么你都不会做，它在这个300多，你假设买在这300多，那这一年的分红下来有好几块，你可能也降到这个320，你卖点 CC 也可以，你就是不做，什么都不做，你就等，耐心的等，它最后牛市也会回来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用特别怕说你这个账户被这个抹平没有了。这跟我们平常看所谓3倍杠杆 ETF 那些都不是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投资者来说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只公司和股票。所以我今天呢给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我觉得后面的话肯定还有一些波动，那么整体来说微软呢就是美股的名牌之一了。好，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